一个杀人犯坐进了车里，紧接着迷晕后座的女孩。但这个女孩很不一般，她非常冷静，并悄悄地将手搭在门把上。突然安全锁响起，最终也没逃出男人的魔爪。等她再次醒来，竟已被关进密室。然而这里放着许多衣服，还有一堆牙刷，似乎住着很多人。突然房门被打开，正是劫持他们的男人。他缓缓将凳子放下，并掏出抹布擦拭老旧的凳子。紧接着男人坐了下来，并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正经样，这让同伴感到十分紧张。果不其然，黑妹被男人选中。Pee on yourself. Pee on yourself. 女孩默默地计算着时间，果不其然，黑妹很快便完好的送了回来。看着男人满脸嫌弃的离开，杰西猜对了，男人患有高度洁癖症。本以为利用这点就能压住男人，殊不知这还只是他们噩梦的开始。紧接着外面传来女人的声音，于是女孩们趴在门口大声呼救。眼看女人径直朝这边走来，随着房门被打开，女孩们彻底惊呆了。原来是男人打扮成女性模样，他很温柔也很贤惠，像个中年妇女一样安慰大家。 He knows that. He's not allowed to touch you. He knows what you're here for. 看着眼前的一幕，女孩们全体愣在原地，完全不敢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一切。随后她从容优雅地离开，还没等女孩们缓过神，房间门再次被打开，男人提着清洁桶进来，并示意三人进入卫生间，紧接着告诉女孩们 I was sent to get you for a reason, that you are sacred food, and I promise not to bother you again. 看着男人委屈的离开，女孩们被整得莫名其妙。到了晚上，杰西惊恐地坐起身来，原来是男人盘着双腿痴痴地坐在门口，这让女孩们再次感到恐惧。可眼前的男人看起来呆呆的像个小孩，并神秘兮兮地说：“恶魔要来了，真的要来了。”于是他鼓起勇气向男人提问 How old are you? 9? 果然不出杰西所料，男人患有人格分裂症，并且不单单是前面的2种，更像是多种性格分裂。现在是男人的第3种人格小孩。于是杰西想借此机会引诱小孩多说一点这里的情况。果然从男孩话中得知，房子是新装修的，并且工程还没有完全结束，这让杰西察觉到房子肯定有出去的地方。于是女孩们立刻开始寻找。好巧不巧，白妹在房顶找到了异常，于是拿着高跟鞋死命敲打，果然被她凿出一个大窟窿。可悲的是，房顶上竟然还有一个栅栏挡着。为了活命，白妹拼命地挖掘天花板。巨大的声响引来了男孩，他好奇地向房门，眼看男孩要闯进来，杰西和黑妹死死顶住房门。此时白妹也将栅栏卸下，眼看逃跑有了希望，两人更加卖力顶住房门。男孩越发觉得事情不对，于是用力冲撞，只可惜他的力量无法与女孩抗衡。不一会，一阵强大的力量将门推开，是洁癖男的出现。千钧一发之际，白妹也刚好逃脱。殊不知白妹的智商简直弱爆，很快就被洁癖男找到。为了惩罚白妹，只是将她单独关进小黑屋。另一边，一名医生正在做一个学术研讨会。他说人格分裂或许是生命的进化形态，他将挑战人类的进化边缘，而男人就是他证明案例最有效的载体。因为男人在人格切换状态下，不仅性格发生了改变，甚至生理状态也发生改变，也就是说，他的身体可以通过意念控制。与此同时，男人再次转换女性人格，还将两人带进了另一个房间吃饭。然而黑妹却乘机发起攻击，且迅速夺门而出。然而恐怖的事情再次发生，女人的愤怒值瞬间拉满，立刻转换洁癖男，并要求杰西乖乖回去等候。很快他就找到了黑妹，在无情的警告下，将黑妹也单独关进了小屋。随后男人在杰西面前警告，却被他突然转换的女性人格所震惊。杰西这才知道，自己只有等待男人转换男孩人格时，他才有机会逃生。终于他等到了，在交谈里他得知男孩的房间有一个窗户，于是借机想要去他房间参观。只是令杰西万万没有想到，男孩所谓的窗户竟是墙壁上的2张画。此刻杰西彻底绝望，他祈求男孩帮助自己逃出这恐怖的地方，但男孩不停地呼喊，恶魔要来了，他要来了。在杰西的再三祈求下，男孩拿出了一部对讲机。此时杰西看到了逃跑的希望，杰西立马扭动按钮，并一遍遍嘶吼出关键信息。可对方完全不相信杰西的话。此刻男孩举着棒球棍就要阻止，可不曾想男孩根本扭不过杰西。刹那间，男孩人格下线，洁癖男再次回归。显然杰西的逃跑只能宣告失败。就在此时，门角遗留的钉子再次燃起他逃跑的希望。男人每天要换20多套衣服，有时是正常的工装，有时又是雍容华贵的女装，甚至有时他会直接脱掉衣服，露出一身恐怖的腱子肉。他不是有什么特别爱好，
而是拥有23种不同人格形态。为了迎接第24种人格诞生，他已经绑架了3个女孩，并且将她们关进独立房间。此时他正警告其中一个女孩，让她不要再渴望逃跑，因为她们已经是魔鬼的圣食。与此同时，医生连续收到20封紧急邮件，这都是主人格向他发起求救。此时医生明白事情的紧迫，于是孤身一人赶往现场。好巧不巧，男人正要出门办事，刚好与医生巧遇。此时医生强烈要求进屋查看，男人无奈只能带他回家。在交谈中，男人终于说出了实情，自己的第24种人格即将诞生。这个人格体态健壮威武，并且他霸占了主人格的控制权，只有寻找神圣的贡品才能延续他的生命。听到这，医生感觉到病人的危险，于是借机想要离开，并且留下了一个关键道具。这个道具很有用。紧接着他发现被囚禁的白妹。此时医生确信魔鬼贡品是真的，并苦苦哀求男人停止行动。此刻男人并不为所动，眼看医生絮絮叨叨的没完，男人索性掏出喷雾对着他喷去。等将医生安置好后，他便马不停蹄地赶到车站，并购买了一束鲜花，用来迎接魔鬼。此时他缓缓将花束摆在站台，然后坦然地上了列车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男人脱下外套，一个强壮的男人开始现身，这是男人第24种人格魔鬼。转眼间，男人飞速爬上车厢，紧接着一跃而下，犹如闪电一般跑过街道。另一边，杰西利用钉子打开第一道门，结果却被第2扇门挡住。随后发现旁边的电脑，本以为可以通过电脑联系外界，却发现这里压根没有网络。然而桌面的录像勾起他的好奇心，于是挨个打开观看，这才知道男人的身体受不同人格控制。与此同时，迷晕的医生也睁开双眼，随手便写下了第2个救命道具。迷糊中，医生抓起桌上的餐刀，准备解救被困的白妹。好巧不巧，男人正站在自己面前，全身青筋爆裂。医生转身准备逃跑，可不曾想，男人一把将医生抱住。正当医生利用餐刀不断反抗，可餐刀却断成2截，显然无用的反抗都是徒劳。转眼间，杰西在视频里发现了放钥匙的地方，他尝试着走上前查看，竟真的发现了钥匙。紧接着他打开门锁，缓缓地走出房间，本想寻找同伴一起逃跑，然而却在房间里看见黑妹。还没等他来得及悲伤，隔壁响声引起了他的注意。打开门的瞬间，白妹正趴在地上，正想上前询问。杰西这才明白现在有多危险，立即将房门紧闭，并像无头苍蝇似的乱窜。好巧不巧，他看见躺在地上的狼。此时他没时间顾及太多，尝试着用钥匙打开房门，然而钥匙也无法打开，他只能再次寻找其他钥匙。就在此时，桌子上的纸条引起了他的注意，上面写着想要逃命就直接喊出他的全名。此时背后发出恐怖的呼吸声，转头看去，男人犹如壁虎般在墙壁上平稳移动。杰西惊恐地看着男人。 Kevin Wendell Graham. Kevin Wendell Graham. 果不其然，男人恢复了正常状态。原来男人小时候常年被母亲训斥，然而他最怕的就是母亲。 Kevin Wendell Crumb, you made a mess! Get out here! 当他再次走出房间，却对眼前的女孩感到陌生。这时他低头看向医生，才真正明白这都是其他人格所为，于是让女孩去柜子里拿武器，赶紧结束自己的生命。还没等杰西做出反应，男人身体内的各种人格一起登场。仅仅1分钟时间，男人就轮换了10几个身份，他们都不想离开。杰西看着情况很难控制，于是从柜子里拿出了猎枪，然而枪内却没有1颗子弹。此时男人还在转换人格，情急之下，女孩尝试着打开房门。正当男人要转换恶魔人格时，房门突然被打开，是医生留下的白布再次拯救了他。很快，杰西找到放子弹的柜子，拿出里面的子弹，一边狂奔一边装填子弹。突然，杰西竟被扑倒，他不停地挣扎，甚至连衣服也被男人撕破。此时，杰西用枪指向男人，不料男人竟突然消失。于是，杰西拿着猎枪继续逃跑，可不曾想自己竟跑进了死胡同。为了活命，杰西毫无顾忌地抬起猎枪，下一秒，男人却爬上房顶，并不断地敲碎旁边的照明灯。顷刻间，杰西钻进大铁笼，这样可以拉开2人的距离。等男人靠近时，杰西就立即射击，然而子弹对男人完全没有伤害。眼看男人将铁笼慢慢拉开，强壮的身体爆发出惊人的力量，瞬间男人眼神向下移动，原来是发现女孩身上附着各种伤疤，于是停止了猎杀。看来魔鬼认定杰西也有自己相同的经历，甚至是不堪回首的童年往事。最终他离开了。与此同时，杰西也被工作人员解救，成为最终的幸存者。